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参议院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中美的对抗战开始了啊。那么我其实过去几天持续发生了，中美之间一直在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因为这个事情都是一个一个发生啊，我就不想一个一个去报，因为一个一个去报，老实讲，政治新闻如果一个一个去报，未必有一个，未必大家愿意这么具体去跟进啊，所以我是想，以后我也会这样，就是说我会把几个新闻拢在一起啊，总结一次啊，做一次这样的报道会比较好，大家会看得比较集中。那么也不会就一件事情来跟进，会比较大家看起来有的时候每次的猴子边人开始讲，有点麻烦，浪费时间，我觉得是这样，效率不高啊，所以我们还是把时间分配到更多的领域啊，包括政治议题，包括社会议题，包括财经议题，我们可以分开一点啊，把这个话题拉开一点啊，大概我是这样的想法。虽然今天我们的但是我会选一个很集中的议题啊，或者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来把其他的内容拢在一起来说。为什么今天我要讲？就是因为香港自治法案啊，香港自治法案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有标志性，而且会产生实际影响的一个法案。它跟之前的香港人权法案有点不同啊，这个法案不同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挑出来讲啊。那么为什么会是昨天通过啊？25号通过港版国安法，下个星期啊，应该没有太大的意外，人大常委会在28号到30号的这个会期会通过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6月25号，这个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啊，这跟上次的这个香港人权法案是一样的，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啊，香港自治法 Hong Kong Autonomy Act 啊，这是美国行动的开始啊。我们之前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但是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啊，它所有的政治进程都有它的程序啊，它不是说今天我这个川普在玫瑰园发出一个号召，然后马上稀里哗啦事情就发生了，不是这样啊，它是有进程啊，它是有进程。那么北京是5月28号通过了港版国安法的议案啊，然后就美国参议院就提出来，跟着就提出来香港自治法案，然后就其实6月25号通过的这个香港自治法，在美国的这个立法进程当中，那是相当快啊，非常快啊。那么其实它这个法案还包括了另外一个就是谴责声明啊。那么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之后，就会交给众议院啊。众议院呢，一般来说，参议院一致通过，在众议院一致通过，意味着共和、民主两党已经达成共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众议院肯定很快就过啊。很快过了以后，就应该是交给川普总统去签署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按照现有的这个进程来看，这个法案也有可能在7月1号之前生效啊，有可能啊，有可能。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人大常委会在为港版国安法完成它的立法程序，美国参众两院也在进行一个立法程序啊，这就是两个其实不一样啊。人大常委会根本就不算一个立法机构啊，它是个立法机构，但是它不是个民意机构啊。美国参众两院是一个立法机构，它也是个民意机构啊，因为它的议员全是民选的啊。
那么他们就开始2个立法机构已经开始进行对攻了所以我们今天标题对攻战、攻防战开始了我讲一下这个法律这个法律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法律跟之前的这个香港人权法是不同的它有更强针对性更强实施的门槛更低，然后它的力度更大。有多大的力度你看一下它背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国对香港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香港的高度自治这是它的这个原文那么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机构，香港的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和普选制选举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委员那么香港自治法将对以下行为进行制裁对实施港版国安法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实体实体就是企业或者是公司例子包括镇压香港示威者的警察部队或对香港实行国家安全法的中共官员、本地官员与上述个人或实体进行重大交易的银行，看见没有？他一制裁马上就跑到哪里去？跑到金融系统里面去。所以大家要知道，美国在金融领域的这种霸主地位，它很多制裁都是直接掐到金融这个位置上去的那么这个法案还支持在危机时刻允许香港人，当他面临来自北京的迫害或者暴力的时候，有资格合法的进入美国这是一个。所以香港这个自治法案，它的具体内容比人权法案更具体、更严厉。它要求呢，这个60天以后、90天以内，美国政府要制定制裁的名单包括个人和实体就是60天以后，就是这个法律通过给政府60天时间你开始要准备名单了。90天以内，你就要把这个制裁名单拿出来，基本上你可以看就是这个法律通过，政府已经没有太多的，就是叫什么浑水摸鱼的空间它基本上没什么空间。60天给你60天时间，你准备名单，60天之后，在90天之内，你必须把这名单拿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政府要动员情报部门、财政部和国务院来实施这个方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阻止金融机构与被制裁的机构和个人使用美元结算和金融往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个法案实施的时间恰好卡在哪里？就卡在美国大选之前就要开始做你算一下，如果7月1号，我们就假设7月1号，倒是可以调整，7月1号通过，60天之内就是9月份，9月份之后名单就要出来9月之后名单就要出来，就要开始制裁了9月份你看11月大选，那就是在大选之前把这事给办了，怕什么？就怕换人怕总统一换人，万一这个下一个总统不想干怎么办？在大选之前就把它给办了这事而且他的这个时间是2047年，就是2047年之前，这条法律是不会被停下来的。2047年之前，这条法律是不会被停下来的。你想一下是什么情况？就是50年不变他就保证在50年不变的情况之下，这条法律是不会停下来的。然后他的这个法律的制裁非常的宽泛，就是按照这个法律，那个制裁名单会非常的长，就是你现在你看
现在有一些这个支持政府的人在报纸上登报纸，说我支持国安法，有可能会被制裁的哦。你看一下，你现在看一下，从今天开始，你看一下还有没有人敢在香港的报纸上登我们支持港版国安法？你看看有没有人登这个？我估计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法律的通过是非常有标志性的。然后我看到有人说这个川普总统可能不签，哪是这样？第一，如果两个就是参议院、众议院全部过了，川普总统要是不签，它自动生效，这是第一个。除非他否决的可能性不存在。这个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之下，总统不会否决啊，除非这是国会跟政府之间的矛盾激烈到那个程度，我现在没看到，所以否决可能性不存在，不签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你不签自动生效啊。还有就是拖延啊，拖延不了几天。除非是拖延的情况，通常是议会休会啊，拖延到他没办法。但是如果他拖延，他有个政治后果。什么政治后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博尔顿新书的作用了。就是如果川普总统在这件事情上含糊了，正好这不就正好应了这个博尔顿新书里面对他的各种指控。所以你可以看博尔顿这个时候出的新书绝对是有政治上的影响力的啊，他对川普总统的这种牵制作用是存在的啊，不是妄议啊。那你可以看这个法案通过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模式。美国对外政策的模式很清楚。第一个，首先在一切对外政策当中，首先政治解决啊，动用所有的力量进行政治解决，就是我希望你不要伤害我啊，不要伤害我的利益，不要违背我的价值观，我希望你不要做坏事啊。美国大概就是动用所有的资源，包括外交资源、政治资源、什么地缘政治、甚至军事力量啊，但是不是打仗，不可以随便打仗，去施加压力啊，去影响你。总之，能够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的，全部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但是政治手段解决不了的怎么办？就是不用政治手段。什么手段？制裁就是一个非政治手段。那么非政治手段包括制裁啊，通过制裁去影响对方的行为，或者是改变对方的行为从而改变结果。这就是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两个主要的方式啊。那么中国被制裁过吗？制裁过，6·4之后是被制裁的。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非常少，所以那个制裁中国人没什么感觉，因为本来就没什么联系啊。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中美贸易战是某种程度上的制裁啊。那你看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影响大不大？非常大。你想中国每年的外贸盈余大概是5000亿，基本上你可以看，基本上是来自美国。中国的外贸盈余90%来自美国。那你想一下，现在人民币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中美贸易战一打，人民币就承受压力，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他现在没办法搞一个汇率操控工程，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个情况啊。中美贸易战还打着呢，现在不是没打，关税还在呢，不是没有关税的啊。那么所以如果中美之间开始全面对抗，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中国可能开始要面对美国的各种制裁。现在这个香港自治法就是其中一个制裁的开始。
中美贸易战，关税是一种制裁，但还不是个名正言顺的制裁。但是这个是真制裁了，这个香港自治法那是真是制裁了啊！这里面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面就一步一步会看到啊，后面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新闻。第二个新闻就是川普政府制定了一个黑名单啊。这个大概会有网友应该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把中国顶级的20家公司啊定义为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是控制啊。他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名单？这个名单其实是给美国总统一个选项，就是199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啊制定一个名单，这个名单就是中国的被中国军方控制或者是操控啊，或者是拥有的公司，把这个名单做出来放到美国总统的办公室里抽屉里，一旦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就可以拿这个名单上的任何一家公司进行制裁。所以你看，什么叫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是真的是政府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做事，就是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法可依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总统提供更多攻击对方的手段啊，就是攻击对方，我先通过一个法律，这个事你可以干，再通过一个法律，这个事你又可以干。就像当初美国对日本袭击珍珠港，中日之间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议会授权总统给你钱500亿，一年打500亿，他就这样，他每一个动作他都有法律依据啊。那么这个名单就是美国国防部起草的，然后就是对这些公司是什么公司呢？包括华为、海康威视、中移动、中电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等啊，20家，中国最大的，跟国防部其实就跟解放军军方拥有或者控制啊。那么这是一个新闻，这个新闻重要吗？也蛮重要，但是跟前面那个新闻是关联起来的啊。下面这个新闻就更重要了啊！这个新闻什么新闻呢？就是蓬佩奥昨天宣布，美国和欧盟会建立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对话机制，看见没有？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进展。他说，美国接受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利记得吗？我们之前做过他的一个新闻啊，这是一个欧盟负责外交事务的一个负责人。那么他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啊，什么建议呢？成立一个美国和欧盟对华政策的一个对话机制。这个蓬佩奥说，我非常兴奋啊，在这个新的机制下，我们将讨论对中国以及来自中国的挑战等等啊。他说我会很快的和博瑞利见面，建立这个机制。看见没有？我们经常讲之前讲这个欧盟在对华政策方面比较立场一直很飘忽。那么在很多议题上，这个欧盟受到什么？受到中国的牵制，战略牵制啊，有一些经济利益等等。当然，其中核心是谁？核心是德国啊，主要是德国。德国在对华政策上面有摇摆，因为他在中国的有利益啊，毕竟他在中国有那么多投资啊。但是所有的一切改变取决于什么？
在民主政治的前提下，其实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民意啊，因为它不符合民意的话，它最终会遇到惩罚啊。那么欧盟的态度是在上周五，欧盟通过一个决议啊，通过一个565票赞成，34票反对，62票弃权，抗议这个港版国安法啊。这个投票，这个决议实际上改变了整个欧盟的态度，改变了欧盟在香港事务上的态度，也改变了欧盟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星期一吧，中欧峰会没有任何结果啊，没有任何结果。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和这个欧洲委员会的主席一起见这个习近平和这个李克强，都没有任何的共同声明，也没有开记者会啊，就欧盟自己开记者会，就是提出来香港港版国安法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是不欢而散。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欧盟在逐步的和美国的立场逐步的接近啊，然后他们现在就要开始干嘛？建立一个对话机制。对话机制就是什么？就是协调立场。然后你看，欧盟现在赶上来了啊，然后就是五眼联盟就不用讲，五眼联盟不用讨论，五眼联盟本身就是一个，它虽然不是一个军事同盟，但是它是基于很多因素了，战略利益吧。五眼联盟、欧盟加上美国，这就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缘政治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最后一条新闻是谁呢？最后一条新闻就是 FBI 的这个局长，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他是在这个 Fox 上面说，这个信息很重要，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因为这跟华人有关系。他说呢，他现在每10个小时就会启动一个对中共的调查，就是有一个新的对中共调查的 case 案子，每10个小时。他现在手上有多少个案子？现在手上有2000多个案子，每10个小时增加一个，针对中共的威胁啊。他这么说，他说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的创新、经济安全和民主理念构成更大的威胁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啊。中共对影响美国的选举有兴趣，希望影响美国的政治思维和政策，试图转向对中国更友好、亲中、亲共的方向。所有的这些行为和选举问题都纠缠在一起。他说，与10年前相比 ，FBI 现在对中国有关的调查增加了13倍啊，增加了13倍。中国正在展开一场知识产权盗窃、经济间谍、针对中国商家和学术机构的网络侵入的攻势。中国在试图从美国几乎所有的公司，不论大小，偷取信息，财富100强到新成立的公司，从农业到高科技，从航空到医疗，从到学术机构啊，不仅仅通过传统的这个政府的情报人员，还通过非传统的收集者，包括商人、高级科学家、高级学术人员，这些人通过不同方式获得奖励，拿美国的机密信息带回中国。不过 Christopher Wray 在采访中强调，这件事情不关中国人民和在美华裔的事情，只关中国政府和中共的事。那他把这事摘开啊，但是摘得开吗？摘不开啊。为什么？华人一定会受影响，有多大的影响不好说。但是有一条，
身正不怕影子斜啊，就说如果我啥都没干，使劲查吧，没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啊，大家要知道这个，特别是在美的华人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大家做正确的事情就对了，做正确的决定就对了啊，好吧？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前2天其实这些新闻都在发生，我一直没有说啊，我因为单独说一个 case 有点浪费时间，所以我们集中在一起讲。我们总结一下，美国的进程开始了啊，我们之前讲，大家都在等川普啊做决定、做动作啊，现在议会那边已经开始动作了。那么我假设啊，我也在这2天也在观察，我觉得对川普来说，他现在需要改变，他现在需要做的决定，肯定是和他现在要改变他在选情上的劣势有关系啊，这个会影响川普的决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川普没有其他的更多的选择，他必须对中国更强硬才行，他应该选项不多啊，选项不多。OK， 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这里再提醒一下，洗粉凶猛，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订阅还在不在，好吗？然后另外呢，就看看能够点亮小铃铛就点亮小铃铛，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几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大家不要聊天，就尽量的集中在情况、问题、观点，这样我们的后台可以更方便的把大家的东西找过来啊。好，明谢一下，溜溜加油，谢谢啊。Peter Mar， 谢谢支持王老师。鄙视断章取义的重伤，有的人是嫉妒，说明你做得好，加油。这个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啊。这个我们见识很多了啊，见过很多这种的了啊。姚玉，谢谢王先生辛苦了，愿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王先生的节目，谢谢你。请大家把我们的节目转发一下啊，下面就有一个箭头就可以转发啊。曾明奇，谢谢，请王老师喝台湾高山茶，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在线好友 Vicky 曹，感谢王先生对香港的关怀，驻香港期间我们都受益于他的人文荟萃美好风华，谢谢。Jeff Yin， 谢谢王先生加油，会一直支持你的节目，谢谢。Sophie 萌，谢谢。Patrick 长，谢谢。好，我们进入互动。提问：香港自治法案出台，是否有可能因此牵涉港版国安法走不下去，还是会一路走到黑？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不会走不下去，港版国安法我估计就是下个星期就过了啊，这是它就是一路走到黑的了啊，不会引发这种结果，我相信是这样。观点：中美之战今年的主战场是香港，今年虽然是中共挑起香港事情，但后来却是美国特意选择作为两国的主战场，因为相对于其他斗争领域，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作为将具有更好的道德制高点，而且更有利于团结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力量。目前两国的攻防实力是不对等的，美国处于绝对优势，但美国有一个弱点，即民主自由国家的各种内部力量的博弈，而且还有一点三心两意、心猿意马的川普，心里想着中美贸易协定和大选。这个观点非常对啊，非常有见地，我完全同意啊。观点：目前很多人担心今年美国大选对现在的美中之战拖后腿，
比如川普落选后，美国的政府的政策是否大幅转向的担心。我的观察是，假如川普落选，那他卸任之前会痛打一次落水狗。毕竟今年的中共病毒是破坏年初川普大选的大好形势的罪魁祸首。以目前的美国民意啊，那我们现在看影响美国政治有几大因素。第一是民意，就是美国的民意到底是想干嘛啊？这个无论是议会也好，政府也好，他都要跟民意走啊，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啊，这是第一头啊，影响美国政府的民意啊。第二，民主共和两党的意愿啊，当然这两个党也会尊重民意，但是在民意的解读方面，大家会有差异啊。但是毫无疑问，影响美国政策的议会是非常大的力量。你可以看啊，香港的各个法案，就是我们现在这叫香港自治法之前的民主法案等等一系列的法案，其实都是影响美国的政策啊。这是第二个力量。第三个，社会力量，就是社会各个政治团体啊，他会对进行游说啊，游说议会，游说政府，朝着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基本上美国，你可以看美国影响政策就这几个方面啊在发生。那你现在看，无论是哪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所有的领域的各个指向都是要对中国强硬，要对中国下手，这就是目前美国的潮流。所以不管是拜登当选还是川普继续连任，他们对华政策一定是越来越强硬，而不是反过来说啊，这个假设拜登当选啊，假设哈，那他就一上来就把对华政策翻过来，那绝对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啊。他除非他不想混了啊，那是真有可能被弹劾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是有翻盘的可能性啊。提问：中共在香港对西方的反击，似乎都是杀敌800，自伤1000，无非是让香港更快的从金融中心的地位陨落。请问中共在香港到底有没有杀手锏，让西方感到痛的那种？其实你已经讲了啊，就是杀敌800，自伤1000。中共在香港唯一的杀手锏是什么？就让香港毁灭，就是毁掉香港。就是在香港，你把部队多派点部队来，然后你在每个路口上安排一个警察，甚至安排一个武警站在那儿，那香港不就完蛋了吗？那大家都很痛啊，大家西方国家就很痛啊，那肯定很痛，因为都有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包括英国也好，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啊。当然我们说还有政治利益啊，那你这样把香港毁掉，那当然他们会痛啊，这个没有疑问啊。但是你这样做你自己更痛啊，那是你的地方啊，对吗？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啊，所以这个行为本身是既蛮横又愚蠢啊。提问：王老师你好，对香港自治法的出台，你觉得中方会怎么反制？我觉得中共的领导层不会善罢甘休。没什么反制，老实讲，所以中美对抗，实力悬殊就在这里。我看不到美国有中国有什么派军机去台湾骚扰一下，无非是这样。还有什么骚扰一下，然后你就看美国战机又在台湾领空飞一下，你不是更痛苦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善罢甘休，他没有工具，关键是没有手段，这就是实力悬殊的地方啊。情况家提问：情况，湖南永州开始收紧农村房屋自建，城里有房的人开始不让在农村自建房。提问：这是为了让资金留在城市，促进城市经济吗？收紧对农村建房，这个不知道。
这个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政策的随意性，永州又没有什么代表性，不理解，就是我们判断不了湖南永州发生这个行为是有全国性的意义，我判断不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那么大，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脑子一进水会干很多无聊的事情。你比如说河南拆别人的农村的坟啊，把别人的坟平掉啊，干这种事情。那有一些就是你看最近流传最多的是并村并乡。并村并乡是什么？把几个村并在一起啊，并在一起把别人的房子扒掉，然后重新盖一排像监狱一样的房屋，农村房屋，集中一起办啊。理念是什么？节约用地啊，因为农村自建房、自留地啊，自己的那个宅基地分散啊，分散就影响了很多土地利用。那怎么办？把这房子全部扒掉，啊，变成为什么要扒掉？其实背后是有利益的啊，利益我等一下说。那民意啊，好，中共其实经常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啊，讲一套是理由，理由是我们要利用这个宅基地啊，农村的宅基地分散，土地利用率很低，我们把房子集中建在一起，这样土地利用率比较高。于是呢就把农民的房子扒了，然后统一建成一排一排，像那个猪舍一样，像监狱一样的那种房子。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大家可以在推特上搜一下。背后有两块动机，第一个动机搞工程又能挣钱啊，又能贪污，是吧？因为统一建嘛，一统一建不就中间有人捞好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农村的建设用地可以干什么？可以入市了，也就是说可以把农村的这块宅基地变成建设用地，然后拿去卖，这样的话又可以挣钱了。这背后都全推动这些事情。在中国现在所有的政策被推动后面的是什么？都是钱啊，就是在干这样的事情。永州有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就收紧这个自建房，反正我要统一建了，那就先把自建房收紧一下，有可能，但是没有证据啊。请问网络公布中印冲突中方牺牲38人的名单可信度有多少？我不知道，那个完全没有公布来源，不知道，我不清楚啊。观点每期必看，王先生的节目每期都是精品，专业敬业，对弱势群体充满深切的同情。认识王先生是移民后最大的收获之一，谢谢王先生，感谢你的支持和肯定，谢谢，我们会继续努力。情况因为工作关系与黑名单上的一家安防公司的董事长聊天，他当时觉得美国媒体对于他们的产品给中共留后门这件事情报道很多，他问是否有解，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留有后门？他非常谨慎地拒绝回答我的问题，答案非常明显，所以制裁没错。哈哈虽然我没看过那产品啊，但是我一点都不意外，一定会有后门，而且不是安防产品有后门，所有的产品，中国所有的产品都有后门。我告诉你，所有的产品，从华为手机到小米手机，到任何一个手机都有后门，一定有后门，没有后门才见鬼了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条，中国所有的电子产品能有后门的一定会有后门，就是这么简单。情况，香港记协就香港国安法致函栗战书，谈香港采编自由。香港国安法不少条文规定直接冲击司法独立，让新闻自由、记者人身安全更缺乏保障。这个做得很对。有些人讲，哎呀，这个与虎谋皮没有用，大家记住，西方的国家啊，包括香港啊，它的规则是什么？它的规则就是到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候，该做某一件事情就去做，不管效果，不管有没有用处，都要做，该做的就要做。比如说，
我要给他写封信，陈述我的立场，我知道他不会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把这封信写出来。这就是一个有规则、有制度、有秩序啊，这就是秩序的一个社会啊，一个社会的运作模式都是这样的。包括你可以看，你看我们因为中美的之间的这种对抗，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国的政治的东西。你看美国的政治也是这样，它有很多的程序啊，进程，在各个进程，其实为什么要有这些进程？这些进程其实就是目的是什么？就是让这个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有时间和空间把一些问题给去掉，把一些漏洞给堵上。你像一个法律，它有进程，一个进程一个进程走，跑不快的，不是说某个领导人一拍不行，我们要快马加鞭，第二天就过，那不可能，没有这种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程序正义。什么叫程序正义？这就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有意图的，它每个进程都是一样，就是说每个在这个社会当中，每一个机构，你比如说宗教或者是教会，它有它的角色啊，在某一个时刻，这个教会的作用就会发挥出来。这个社会组织，各种社会组织啊，比如说我们说记者协会，除了记者协会以外，还有个行政人员协会啊。行政人员协会是什么？就是总编辑这些高级行政人员，他们还有个协会啊。那还有个报业工会啊，报业工会是什么？所有的老板都在里头，就是老板的代表都在报业工会里头。他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代表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因为他站在不同的角度啊。那么一件事情出来之后，每一个组织根据他的位置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个进程就会因为这个些声音而改变。这就是一个政策会不断的被完善，然后不会，中国有一句话叫算无一策。什么叫算无一策？这个人很厉害，他制定每个政策的时候没什么漏洞，什么因素都考虑到了。中国的政策是什么？我是经常讲，中国干起正事来千疮百孔。什么叫千疮百孔？就是他没算无一策的反面，就是千疮百孔。为什么会千疮百孔？独裁啊！他今天中国的一个法律是怎么形成的？国务院，比如说国家安全法，谁起草的？国务院的，或者公安部，或者国安部，或者是他是执法部门去起草这个法案。你想一下，这个法案会是个平衡的法案吗？当然不会。他这个法案一定写的怎么方便执法，怎么打得狠就来怎么来。这个法律一起草完了以后，交给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假模假式的讨论一下，然后找一堆的所谓的专家去复核，然后就交人大，人大橡皮图章一举手机器一下就举手通过了。这国家安全法那什么情况？国家安全法一通过，14亿中国人没有一个不犯法的。你想一下，都是犯法的，他只是抓不抓你的问题。为什么？方便政府操作啊。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的运行情况，它产生的结果就是不同啊。观点：上周因为教育问题，我们小区200多位业主集体到当地管委会和平维权，正和警察对峙期间，突然从队伍后面冲出一群人，把维权队伍往前挤。最前排的业主因为后面有压力，被挤到警察身上，警察以袭警为名逮捕了他们。这和香港黑警的做法如出一辙。本周一，我妻子因为在微信群发布集会信息，也被派出所询问了。中共正在一步步把人民推向他的对立面。中共一直在人民的对立面，他没有把群体把人民推向他的对立面。中共一直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啊。情况：昨天和大陆人在 YouTube 愿荣光归香港歌曲的留言区吵架。他说一位朋友的女朋友去香港出差，遇到香港运动，因意见不一致
被港人殴打逃回深圳。他认为港版国安法应该立即实施，可以惩罚那些施暴的暴徒。我说是中国大陆人先欺负到香港人头上，还不允许人家反抗。暴力和反暴力是相生相克的，哪里有反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过中国大陆人真的被洗脑彻底，许多人从心底里赞同共产党的做法，这个才是令人失望。对，为什么洗脑啊？就这个情况。接王先生上一个节目，我大学时电子工程系的一个安徽的学生，就是自己去教育局把名额找回来的。我是01年上大学，他笃定自己不可能考那么少的分，要去教育厅查分。原来他的真实成绩是560分，但从老师处查到的只有330分。后来找回自己差点失去的录取通知书，经办这事的一干人都被办了啊，真是很棒，真的很棒。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观点：昨天是端午节，端午节的由来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最后以跳河自杀来表态，这是极端愚忠的表现，2000多年来一直被歌功颂德，足以说明中国人极端的缺乏理性思考的一面。你冤枉屈原了。屈原跳河，当然你可以讲他是跳河明志啊，这是一个，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是明志呢？他就是不想活了，他觉得国破至此，我活下去有什么意义？他可以悲愤之下跳河，他没有训任何人，可以吗？也可以嘛，是吗？这也可以啊，是吧？所以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怎么说呢？你不能够用你的这种想法去强加在别人的意志上啊，这个不公平的会啊。提问王先生能不能讲讲 CCP 对外的人身控制手段，包括对香港、台湾和美国华人的控制手段？那就多了，这怎么讲得完？我就讲一个就好了，很简单，什么？微信。CCP 对外的人身控制就是我们其他的我们不说，就说微信啊，只要你的信息来源是微信，你就被它控制了。为什么？微信上所有的信息都是被过滤过的，就是都是洗脑信息才会被放到微信上。所以那些海外华人，他不学英语，天天拿这个微信在微信上扒拉来扒拉去，所有他的信息来源只来自于微信的话，他就仍然被控制着。为什么？因为你的信息来源是来自于他，他就通过信息来控制你的思维，这就是控制手段。其他的我们不说，就说一点。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在任何一个节目当中，我都鼓励大家做一件事情：卸载微信，卸载掉微信。很多人讲，哎呀，那我跟国内那些朋友就失去联系了。你就失去一段联系，你才能真正的离开控制你的那些力量，包括你的那些亲戚朋友，他也是中共控制你思维的其中一个领域，一种手段。为什么？因为他被洗脑了呀，顺便帮你洗洗呗，洗洗更健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要有幻想，就是你要真正成为一个美国人，成为一个加拿大人，成为一个欧洲人、英国人，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第一件事情，把微信卸载掉，把微博卸载掉，把头条新闻卸载掉，把所有的极端一点哈，可以做极端一点，把所有中国生产的所有的软件 APP 全部从你的手机上铲除掉，踏踏实实的做一个美国人，或者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外国人，你才能真正的脱离中共对你的控制。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不要讲其他的问题。如果你连这个你都做不到，就不要怨别人了，就不要找什么借口了就不要找什么借口了，好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手机
情况，昨天 CCP 的驻港部队军车数十辆公然在香港市区游行示威，这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4个字啊，愚蠢蛮横啊，4个字。提问：港元连续汇率会崩吗？这是一个进程，没有人会能算这个命啊。但是港元连续汇率取决于什么？取决于2件事，取决于第一个，取决于基本法，香港基本法。为什么？基本法决定了香港的地位，那么只有香港地位稳固，港元连续汇率才会稳固，这是第一条啊，这是第一条，就是基本法很重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连续汇率取决于另外一条，就是香港人的信心。基本上就这2个，如果这2个东西都不存在了，港元连续汇率一定会崩。但是你就要看这2条现在的进展是怎样，你就要用自己的眼光去量这2样东西还剩下多少啊？观点最近看一本书，书中说，所谓中国式情商的最高境界，大概就是王刚塑造的何坤形象。王老师怎么看中国人观念中所谓的情商高？情商高在中国很受欢迎啊，说情商高，这个人情商高，混得好，受欢迎，然后吃得开啊。中国所谓的情商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厚，一个是黑，就是厚黑学。情商高，中国式的情商高就是这是个面，里是什么？里就是厚黑啊，又厚又黑，脸皮厚，心地黑，就是中国式的情商高，互为表里啊。OK， 我讲这个话不周延啊，因为你问我只有这么短的时间，我不会很周延的去陈述，我就用很极端的方法来陈述。这样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啊，但是程度未必是那样的程度，但是大概会讲的极端一点啊。情况，自从我在车上贴了 I stand for Hong Kong， 很多美国人都来问我香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用从王老师学来的去和他们解释，很棒，谢谢你。老师前一期说大学被冒名顶替，其实连参军这个也会被顶替。我跟家人聊天的时候，母亲说说起中共来就说跟政府办事必须马上处理，事后就会耍赖。其实大家都明白中共靠不住啊。情况，今天喜欢的一个油管博主貌似被招安了，前几天发北京目前的情况，今天就开始唱赞歌批台独了，郁闷，在墙内无法做好人。提问，现在国内和文革有区别吗？我觉得基本没有区别，你说什么都有可能被抓起来。文革，那我对文革有2个基本的看法。第一个，文革就从来没离开过我们啊，文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文革的本质是什么？文革的本质就是中共啊。首先第一条，文革是中共发动的啊，不是那个发动那个人是叫毛泽东，但是他是代表中共的，因为他是唯一的执政党。推动整个文革的进程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全称叫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所以文革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判断就是文革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文革就是中共用没有底线的手段对付中国人民，没有底线的手段，一切人类最黑暗、最丑陋、最肮脏的手段来对付10几亿中国人民，这就是文革。所以呢，你现在看文革有没有离开过我们？文革从开始发动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虽然中共讲文革已经结束了，但是其实没有。为什么？
因为中共还在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人民，这是第一条，第一个判断，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如果不清算文革，文革永远不会结束，就是这两个判断啊，好吧？提问：前几天黎智英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对中共高层直接进行制裁是比取消香港特殊地位更好的一种斗争方式，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在美国对中共高层采取一系列制裁之后，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大步后撤，从而使香港问题冲突缓和下来。这种判断的一种依据是中共在发展历史上曾经不乏自我调整，身段很柔软。有可能，是的，你说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取消香港特殊地位作为一个武器，它永远要握在手上，它不能说啊我们就不用了，那不可能。这个武器一定要握在手上啊，随时要动用的，它才能够形成影响啊，否则它就没有这个影响。所以这是当然，取消香港特殊地位肯定是美国最后的手段，在这个手段之前肯定会采取一系列的其他的措施的，不会第一天上来就取消，我认为是这样啊，他会一步一步来。你可以看美国政府的招数就是这几招，但是他关键他的武器五花八门啊。观点：昨天王先生讲 CCP 假意开放金融业骗了华尔街，我觉得 CCP 的策略实际上是在小处挣钱，在大处亏钱。如果 CCP 诚心开放市场，外资带动本土企业改变运营效率，整个行业会极大繁荣。最后 CCP 能收上的税在美国能获得影响力也会极大上升，远不是目前蝇头小利可比。你还是高估了 CCP 啊 ！CCP 我经常讲一个问题，外界对 CCP 的评估通常要打个3-4折才差不多啊？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营造一个虚假的形象，所以大家外界对 CCP 的评估都是高估他的实力，但是呢低估他的决心。其实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情况，就低估了他的决心。你看他好像漫不经心说一句话，其实他真想干，他真想搞这件事情，而且他为这件事情会付出很多的资源，比你想象的多的资源，他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像你说这件事情，就是他开放金融市场、金融业虚情假意，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中国的金融机构看得过去啊，宇宙那么大，你像工商银行宇宙那么大，但是它里头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吧？你知道这些银行它后面哪个领导批了多少个条子？你想一下，当年万达，我们不说别人，就说万达，或者是海航万达也好，海航也好，那个像什么？那个吴晓辉，他们那个公司叫什么来着？这几家就是几年间，他的资产以万亿为速度的增长，钱从哪里来？他都是收购资产，一年收购几千亿，一年收购几千亿，这钱从哪里来？全是这银行的钱，那就是50块钱的资产买回来，50块钱的资产压到银行去。压多少钱？5万块，5万块拿回来再去买2万块的资产，压到银行去200万贷出来，都是这样贷的。你想想是什么情况？你看海航这一家贷了多少钱？目前来看7000亿，贷了7000亿，7000亿谁贷给他？不就这几大银行贷给他吗？那你想想看，他背后的账是个什么账？谁看得出来？谁都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些国企在美国上市不让去审核？为什么不让审核？国家机密有什么国家机密？没什么国家机密，不就是这些破账多吗？不让你看吗？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
开放这市场就竞争嘛，搞两下他就破产了。真来打，真的要进行市场竞争，打起来这些看得过去很漂亮，两下就毁掉。所以你们还是高估了中共的实力，低估了他的决心啊！就是还是你可以配套来看啊，配套来看，就是高估了他们的实力，低估了他们的决心，然后办正事儿就千疮百孔，办坏事儿滴水不漏啊！你现在可以把这个更完善一点啊。观点其实很多自干五不是什么被洗脑，而是自己很坏，好吧？没有同情心且目光短浅，其成长的家庭文化就是极端的利己主义，不管他人瓦上霜。有的，是有的，你说的这个是有的。观点扣帽子打棍子一直存在，说法轮功是邪教，说香港学生是废青港独，是的，是有的。情况打卡香港，从上年开始留意王先生的视频，因为未见过诚实敦厚 YouTuber， 非常特别。我家属中产，从未想过 CCP 会失去理智到这种情况。香港人非常内敛，希望解决问题，但一言难尽。现在赶紧找学校送儿子出国，心情非常沉重，但人会加油，希望你加油啊！希望你加油。提问 ：CCP 为什么限制自己的公民回国？明明疫情控制得很好，而台湾、香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限制自己国民入境，尤其是到了家门口不让进的那种。同时期到香港、台湾机票几千，到国内要2-3万起，还买不到票。微博上还让声称回国是权利的人和说回国是自私的人对骂。这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就是拒绝自己的国民回国，这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当然这是明显就是在打脸，就是左边一巴掌下去说什么？说你的疫情好转了，右边一巴掌下去什么？你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国家怎么会不让自己国民回去呢？所以这两个问题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可笑的是什么？大家想一下，更可笑的是什么？我觉得更可笑的就是那些要回国的人才是更可笑，除非你真的没有办法必须要办的事情啊，无法逃避的事情要办，那我可以理解。但你说啊，这个美国疫情又上来了，我赶紧跑回国去啊，当时国内疫情上来就跑到美国来，这种人，那我也不大愿意，你让我在这里愿意谴责他，我也不会。但是你说我去同情他，我也不会啊。观点：人性的深处藏着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就会野蛮生长。没有信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每个人可能都是魔鬼，非常非常对啊！这个观点非常对。从今年元旦开始看王老师节目，已经习惯了和家人一起在大陆午餐时间一起看。感谢王老师，4岁的小朋友也从你那儿学到很多习惯性用语。感谢王老师聚集了这么多共同价值观的网友，也感谢这些网友，你们让大家不孤单，非常好，这段话非常感人。情况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只有在自身利益被侵害的时候，才会对当局发牢骚，平时价值观还是随主旋律的。比如我朋友李先生，一天走在街上，被警察要求协助测试一下脸部识别设备，一刷脸，他的基本资料就出来了，他觉得非常不舒服。我告诉他，你平时拥有的和这件事情是一回事，他不以为然。坐标西南最大城市，那不就是重庆吗？好，情况最后一个啊，最后2个，时间已经到了啊。情况，我的一个教会朋友在无名的小 IT 公司上班，3-4年前回国探亲，中国的情报机构找上门，要求提供专业信息，朋友婉拒。中共真的无孔不入，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任何一个可用的人都不会放过。但是你的朋友做得很好，婉拒啊。情况一直听王老师节目，第一次互动，苏州的情况有点搞笑，骑电瓶车带人罚款20，罚款结束还可以继续带人往前走。遇到交警看到上一个路口开的单子，还可以继续带人往前走。这就是南方的城市啊。好，明谢一下。
谢谢迪安娜，谢谢王老师每天辛苦做高品质的节目。我们在美华人一直在背负着中共这个十字架，中国不变，我们在美华人永远不得安宁。是的，这话也没错啊，这话也没错。贝拉瑞，谢谢。外配库，谢谢。Vincent 侯，谢谢。贝拉瑞在国外工作，最近遇到困难，他很喜欢王先生的节目，不知道可不可以请王先生帮他加油打气。贝拉，给你加油，希望你能够度过你现在的困难。记住，我们大家都支持你啊。产 Claudia， 谢谢。CK Leo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